其實這個情況聽起來是非常複雜的啊，但我們的家屬朋友們啊，尤其是家屬朋友們，肯定還是希望能夠至少讓我們注意到某些關鍵點，是能夠及時的去甄別說這個它只是單一的肺部問題，又或者說這個情況可能非常緊急了，我們甚至是心肺共患的一個疾病，需要更加的这個嚴密的去監控，或者是及时的去送醫。明白，有這麼幾個線索可以參考啊，就是如果說是心源性的一個呼吸困難，那往往是在平躺的時候加重，那需要高枕或者坐起来才能緩解，有可能伴有下肢的一個浮腫、尿少或者是咳嗽，能咳出粉紅色泡沫痰。偏向慢阻肺的一个疾病加重呢，通常是有明确的感染诱因，比如说在感冒后啊，或者是出现痰量增加，变黄变浓，或者是呼吸困难呢，它以费力为主，伴有一个喘息音。但必須強調的是，就是這兩者症狀是不能完全區分的。就像我剛才說的，剛剛這些只是一個線索。如果說單純從這個症狀來看呢，就是不能說你一定是慢阻肺疾病加重了。也就是說，剛才回到之前剛才提到的問題，就是發現了以上這幾種情況，無論是剛才哪個症狀的突然出現了一個加重，都需要緊急的送醫做這個明確的一個診斷。明白了哈。其實這個專業的問題，我們還是要交給專業的人去處理它哈。但是呢，我們仍然要注意到的一點就是，其實身體是一個整體啊。我們原來總是覺得頭疼醫頭啊，腳疼醫腳，其實不是這樣的啊。無論是肺還是心，它其實都需要在醫生的專業的指導之下進行整體的管理。認識到心肺之間的緊密聯繫呢，也能夠讓我們更加明白，對於慢阻肺和哮喘的管理，絕不能夠僅僅的局限在發病的時候、難受的時候用藥，而應該是一種貫穿於每一天的主動的、全面的、健康的生活方式。而恰是這些疾病的穩定期長，才能夠發揮我們的主觀能動性。所以呢，觀眾朋友們可能更想知道的是，具體到每一天的生活當中，我到底能夠做些什麼？能不能夠幫我們系統的梳理一下啊？在穩定期的時候，我們有沒有一些行動指南？有的，就是我們要把穩定期的主動管理比喻成一座房子，那需要4根那個堅實的支柱把它支撐起來，我們共同的築起這個牢固的呼吸的一個防線。那也就是說有4個方面是需要我們去關注的啊，這4點您幫我們總結一下。是的，第一個支柱就是呼吸的一個康復的一個鍛鍊，重塑呼吸肌的一個力量，這是一個重中之重。很多患者因為就是一活動就喘，反而不敢去運動，不敢去走路，那這個過程中會進一步導致呼吸肌的萎縮。如果說是健康的一個科學的一個呼吸肌的一個鍛鍊呢，會導致這個會幫助這個肺功能的一個恢復。您剛剛說這個要去鍛鍊它，要去康復它啊。其實很多的我們的患者朋友們一聽到鍛鍊，尤其是肺部疾病的患者啊，他本身運動起來他自己可能就難受啊。那您幫我們介紹一下這個具體的鍛鍊，我們要鍛鍊些什麼啊？怎麼能夠消除大家的這種懼怕的心理？這種鍛鍊呢，其實不是說很強的一個鍛鍊啊，它主要分為2個比較簡單的方面。第一就是呼吸肌的鍛鍊，就是單純的去練你這個肺，去使勁去吹或者使勁去吸，就像那個吹口哨一樣，緩慢的吸氣，緩慢的呼氣，或者是腹式呼吸，就是鼓肚子。每天的練習2到3次，每次呢10到15分鐘，就能有效的一個協調這個呼吸肌的鍛鍊，減少這個過程中的一個損耗。第2個呢，就是一個規律的一個耐力訓練，好比說在這個自我感覺良好情況下，就是每天的堅持散步、打太極拳或者騎自行車20到30分鐘，這種簡單的一個有氧的一個運動，這個全面的提升呢，心臟和肺還有這個運動能力都是非常有效的。那也就是說我們能夠去進行的訓練其實並不是非常這個要求體力的啊，它主要是練的呼吸的技巧和呼吸的耐力。那您剛剛提到的這個房子的第2根支柱是什麼呢？那第2根支柱呢，就是營養支持，就是我們給呼吸肌這個供能其實還是需要有營養的。就是我們在臨床上發現慢阻肺的晚期這些老年人呢，他都是非常瘦弱的。那瘦弱過程中呢，它又會導致呼吸肌的無力，呼吸無力呢又會進一步導致慢阻肺的加重，這是一個惡性的循環。就是營養不良的情況下會導致肌肉無力，會導致免疫力下降，進一步的加重慢阻肺的一個這個病情。所以營養一定要跟上。
營養很重要，也就是吃上很重要啊。您帮我们介绍一下吃的原則是什麼？那吃的原則呢，主要有以下幾點。就對於老年人呢，蛋白質一定要含量高。就是除了對於腎功能不全的患者啊，可能會蛋白質可能要克制一下，或者是規律的算一下。其他的老年人，我建議就是大量食用一些高蛋白的這個食物，比如說這個雞蛋、牛奶啊、魚類、肉類，幫助肌肉的修復與維持，以及那個優質的碳水，比如說穀物啊、薯類，提供穩定的能量，富含那個抗氧化物的一個維生素的一個水果或者是蔬菜啊，比如說維生素 C、維生素 E， 包括尤其是那些除了綠色以外的那些多種顏色這個水果和蔬菜啊，對老年人是幫助更大，因為它不光是有維生素，還有一些礦物質元素。對於體重過低或者消瘦的患者呢，有必要情況下是要在營養科大夫指導情況下進行一個營養的補充。所以吃得好非常的重要啊，能夠給身體補充營養啊，有了這些營養之後，身體才能夠及時的去抵抗疾病啊。那我們再來介紹一下我們房子的第3根支柱。第3根支柱呢，就是環境的優化與感染的預防。打造一個友好的一個環境，剛才提到了這個戴口罩，或者是避免那個空氣污染，找一個空氣清新的地方，這個也是我們這個第3支柱的一個內容。其實這個環境來說啊，它就不僅僅是對於我們的患者有效了，對於我們很多的這個健康的朋友也是非常有用的。您幫我們介紹一下，對於肺部來說啊，我們良好的一個環境，它有沒有一個這個，比如說我們可以操作的清單？好的，有的。第一個呢，就是這個空氣淨化。如果說長期在家裡邊待着，這個老年人呢，他家裡邊配一個空氣淨化器，帶這種空氣濾網的一個淨化器呢，它可以把這些粉塵或者是這個污染物，或者是這個 PM2.5 這些東西都可以淨化掉。那第二個就是溫度濕度要適宜，就是冬季的乾燥可以使用加濕器，然後呢有助於气道的濕潤。第3呢就是徹底的戒煙，遠離2手煙。第4呢就是廚房的抽油煙機。第5呢就是預防感染。剛剛提到就是這些呢，就是給大家舉例子，就是可能我之前有一個老患者，他呢就是在家裡邊呢，就是大家在北方，然後家裡邊還點這個煤爐，就是生那個蜂窩煤去取火。他在農村嘛，然後呢就是他就是往年就是總是咳嗽，但是後來呢換了一個地方居住以後呢，在一個也不是說就是特別大的城市，也是一個鄉鎮，但是呢周圍呢是一個靠近山，環境就很好。然後呢，也是南方，然後冬天也沒有那麼冷，也不需要生火。那這個時候他就遠離了那些粉塵還有空氣污染以後，他的每年的家中次數就是極少了，就是可能5年可能也就1次2次。之前那個是每年都要來醫院去住一回院，所以說這一條啊，第3個支柱這一條，這空氣污染這個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環境對於整個的這個人的身體的狀態，尤其是肺部的影響是非常直接的啊。